好了，大家好，我是 UCat。继上次的长篇大凤之后，这次为大家带来一局大凤的入相。这盘大凤是我昨天晚上和队友他的出云的前几把，然后陪他一起用9级船的时候拿出来打的。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把比赛，这一把游戏的这个 matchmaking 这个 MM 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差，在游戏开局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基本上没什么戏了。虽然我们的局偏弱，但是对面的航母是2v1的局势，而且还有3个驱逐以及5个巡洋，比我们整整多4艘船。那么在一个其实战舰世界这个游戏现在它等级和数量的比并不是这么的均衡，数量往往能够比等级占优势，就是说你用数量的话可以压倒这个等级的优势。你毕竟就算是9级的战舰，你也是将近30秒一炮，而5级的战舰也是30秒一炮，而现在比如说口径的话又没有那么多明显的这个区别，所以我们都不是说管子多，口径大不如管子多，对不对？好，那么现在游戏开始了，我还是根据老样子，先是2组舰爆，去到这个90线的地方尝试进行突破，然后另外一组舰爆在中场进行一个侦察点亮以及吸引对方战斗机注意力的这个工作。然后同时我的所有的舰攻、所有的鱼雷机都会藏在自己舰队的上方。然后因为我看到对面是有埃塞克斯的，所以要么如果它是纯近战配置的话，我们会压制的比较惨，但是这现在是我没有办法操心的。但如果它是全攻击配置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会来对我进行，这个所谓的斩首行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场上的这2个舰战，在被我中间这一组吸引了一段时间之后，看到了我边线突破的2组舰爆，然后已经追了过去。那么我要赶紧下底，看看能不能找到对面的航母，给他们进行点火的一些骚扰，在他舰战追上我之前。然后这边这组既然他去追我的边路了，那么这边这组和我的舰攻就可以同时进行一次进攻，看看对面的战舰在哪里。好的，而且打到现在看到没有埃塞克斯，就是说一共只有2个舰战，那么埃塞克斯肯定是一个全攻击配置。那么我必须走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来，这里可以看到点亮了鱼雷，点亮驱逐的这个鱼雷，这个鱼雷看它的位置应该是对我的，所以我进行一个转向。那么同时可以跟后面的队友的防空火力集合一下啊，这里你看到了啊，这就是斩首大部队应该第4座中央出现了，然后上面我也找到了一下去下一波，演示一点。好，这边中间我也开始了进攻。这边这个战舰部队并没有巡洋舰的护航。5号队刚刚投的位置不好，给我取消了。里面录像里有个问题，就是 UAG 的这个投掷是看不到范围。好的，决定一个一个投的。所以现在扩散这么大，每队基本上头区都能中，那就一个一个投，把这个让他这个进水进的多一点。然后我留了一队看看是不是到时候要补刀，如果他修理交了。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个压滑的防空火力下，他的这个鱼雷机被打掉了很多，而且他投弹位置非常不好，因为肯定不想在压滑的防空火力里面待太久，就比较仓促的投弹了。那么这一波我基本上鱼雷一发没有中，然后这个他的这个舰爆炸的也没有很多血，炸了我们多少2000滴血。然后第5队我看到那艘已经掉血的舰载舰位置不太好，而且这边的舰战赶过来了，我就赶紧投弹投掉了。好，中了2发。7号这边的7号舰爆队想着去补个刀，但是对面舰战看看来不来追我。好，现在是一波比较过渡的时期，我的飞机都在起降，就等于说我的第1波攻击波已经打完了，现在是第2波出来。可以看到他舰战去追我的舰爆了，然后这时候我还没有特别的注意，等我注意到之后再拉到他去对这边的战舰进行攻击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这边我的飞机还在收，而且我还被
对面的突击者的这个舰爆给追上。可以看到，作为1打2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对面有全攻击输出的时候，你必须和你的舰队走在一起，借助他们的防空火力。否则的话，你如果说即使是去日边的话，你也不会说能够活这么久，能够被打了2波，只对我造成了，算上这个火烧，最多造成1万的伤害，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而且这里看到我的损管马上就好了，他这波来的慢了，他这波如果是接着这个埃塞克斯的一波一起来的话，对我的影响就比较大，因为那一波我损管刚交掉。好，这边我把损管交了以后起飞飞机，然后我的2组舰爆吸了一次对方战斗机的注意力之后，看到了战斗机它去回防的位置是防在对面的战列舰那边。既然防在对面战列舰那边呢，他们这边的巡洋舰的突进部队那就只能去攻击这一边了。然后看到这是一艘北上啊，北上这种脆皮船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转向，就是你啦。可以看到人数优势真的是非常巨大的一个优势。你可以看到我们被他们围在一个角落里面打，那可以说是攻势如潮。那么作为一个航母就不是很喜欢这样，因为我的回转余地非常的小，对面都慢慢就可以冲到我的脸上，就是躲不开他们的这个直射火力。好，对面看到我炸了北上一波之后，舰战及时赶到。那么我的第2波鱼雷机的攻击就必须打得快一点。好，这边我就比较远的投了一个雷，可以至少把北上的转向逼到靠岛，然后再用另外一组再投一个交叉的方向，那么它至少要中一个。这时候可以看到对面的舰战实际上操作上是有失误的，或者说是有不到位的。在我那组已经投完之后，他没有去改变他舰战的攻击目标，攻击我将要投的那一组，包括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在追我的已经投完的这个鱼雷机，这我并不怕，对不对？就大凤的载机量，你想把我的飞机真的在这种10几分钟的时候打光，那你必须得起码是5架战斗机吧，对不对？啊，5组战斗机啊，好，那么这边你看。之前他修理在灭火的时候交过之后，我中了他1颗鱼雷之后，他航速非常慢，因为是进水。那么我这一组就是可以收掉他的那个。好了。那么北上死掉，之所以优先激活北上，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容易打的目标，另一方面是说，在这种时候，如果他们站在点里有一个北上一直对着我们所在的这个角落放鱼雷的话，能造成伤害不一定，但是能把我们的走位逼得更加的小，然后一旦走位不慎就会撞到他的鱼雷上，这是非常讨厌的，所以也是一个必须优先激活的目标吧。啊，这边我的鱼雷机点亮了一个区域线，然后这个鱼雷明显又是被我放的，我赶紧进行了转向，你可以看到我的船心在转向，同时制裁一下这个，至少逼着他不能那么舒服的在这里投鱼雷。好，那么我现在的激活目标就是这个驱逐舰了，因为你不能放任他在这里不停的投鱼雷啊，对不对？然后这里他自己本来我还要去再补一波的，结果他自己走位失误，为了躲避直射火力来撞到了我的鱼雷身上。然后这边埃塞克斯又来了，又是一波鱼雷机，但是还好我转向及时，他投的角度又不是很好，可以看到。当，中了一发，然后那么我看到他的轰炸机也投过了，我直接就补交掉存管，继续开始我的飞机。看到现在其实手下的压力非常的大，我们这边能够打到家里的就是我的飞机和2艘巡洋舰，而对面在这边有3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1艘战列舰。但是可以看到，由于对面战列舰实际上拖后了，它没有办法对我们的巡洋舰造成威胁。我们巡洋舰这边打得比较少，而且对面的这帮巡洋舰都跟吃了药一样的，看到我在视野里面就盯着我打。那么，对吧？我们作为一个航母，不仅要输出，还要扛伤害，也是比较醉。
但这样你像我们的巡洋舰就可以打得很舒服，可以走直线，什么都不用管，然后就打就行了。实际上这样做对于对面来说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因为能够马上杀掉你的船不是我，能够马上我一波攻击要至少20-30秒才能来，而我们的巡洋舰的输出可是10秒一轮，你不打我们巡洋舰，要打我，你这不就是等着被我们巡洋舰打死，对不对？好，这波火暂时灭不掉，毕竟还有20秒。这边4号队伍看到了舰战马上就要追上我了，我决定在雾里投一个。第一是可以降低鱼雷的被发现几率，同时也可以在这个舰战咬上我之前把雷投一个远程雷。远程雷有的时候不是很好躲，尤其在这种雾里头干的，发现虽然不容易发现。你看这一个他就用连接了一下，不过没有进水，很可惜。好，你看他们这样巡洋舰队，由于他们输出目标不统一，加上他们战列舰拖后了，就没有以多打少的情况下没有解决掉我们的2个巡洋舰，同时也没有解决掉我，所以就跟坦克世界有点一样，就是说集火其实非常重要，敌人少一艘船就是一艘船。好的，然后这里我们飞机又出去了，看到对面2个舰战一直就徘徊在这个点里面，然后我又看看这个战列舰的血量并不多，所以我应该不用再担心点里面，我就直接迂回到后面去直接找航母。好，这里再给这个烈火机的朋友们一个建议，就是说你的舰战一直悬在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首先你要，实际上这整个航母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你要不停的猜对面的意图，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舰战在这边这么长时间没有看到我的任何的攻击机过来的话，他应该马上意识到我的攻击机已经通过迂回的方式去摸别的地方，而他一点都没有动。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说，不要把两个就是你所有的舰战放在一堆，你把你的舰战稍微分开点，你这样你可以覆盖的，甚至说你可以侦察到和预警到的这个范围更大，这样你才可能更有效的做出反应。好，我们看到这边这个 Ranger 被发现之后，很怂的掉了个头，结果没有掉过来，撞到了山上，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对不对？一把，但是就面对这样一个慢速倒车的哥们儿，我的箭炮没有投中。好，但是一组完了，还有一组嘛，再来一组。因为他这是修已经交掉了，那么这组就可以制裁你。啊，你看他这样，他舰战根本来不及赶回来。当他用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母舰本身看到了我们的攻击机的时候，他的舰战如果还在另外一个角落的话，他是没有可能救到自己。这就是一个给烈火机的玩家们的一个建议，因为虽然我可能现在比较钟情于全攻击的日本航母，但是谁没有烈过火机呢？对不对？好，这边我们发现了埃塞克斯。这个埃塞克斯实际上在本场中的最大失误就是打我打得不够坚决。他在第一波攻击机，第一波鱼雷机成功灭死之后，以及第二波这个命中率不高之后，没有很坚决的，这当然也是他自己的失误，投的不好，没有很坚决继续打击我，否则我应该赢死的。那这样的话，既然他打不死我，那肯定就是我打死他。这边这组为时已晚，并打不死，而他应该已经。好，这边我们轰炸机也投中2层火，但修已经交掉了，然后我鱼雷机可以投出很完美的角度。我把录像暂停在，因为这个录像机制的问题，我先把录像暂停在这里。然后这一把实际上。一方面是因为打得比较焦灼，因为是少了4个人，可以看到对面的攻势非常猛烈，我们被一直压缩的很惨。但是也可以看到，如果说你不把多舰种抱团在一起打推进的话，实际上很容易被就成莽一波，然后被全歼的一个结果。
然后另一方面，这一把也给大家看一个思路，就是说，当你以多打少，而且对面有箭战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当然，如果是5个箭战的话，那么就会比较难。那么如果不是说对面全是箭战配置的话，那么就不一定是需要第一时间去把对面2个航母全部秒掉，也是可以打的。你只要能够分段他的箭战，能够自己和舰队走在一起，利用自己舰队的防空，并且注意自己船的走位，并不是不可以打的。即使对面水面舰你出到脸，对吧？你的队友肯定是想保护你的，所以这个时候先不要喷队友。你队友在这种局，他如果跟你走在一起，他肯定是想保护你，但是直射火力他又没办法像说排球一样去往前阻截，他只能够说是尽量努力去把那艘船打掉，而在我们有血量的时候去承受一些伤害，并不是不可以的。好的，那么今天这个短篇的大凤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